下班后又救了2个病人，折腾到现在这个样子，明天还怎么做手术啊？人会垮掉的。林医生，不要再拼了嘛！别的医生1个月做20台就抱怨起来了，林医生，你这个月早就超标很多了。林医生太干了，得彻底放松一下。明天真不适合继续做手术。就是，林医生，你好好休息一下吧。那林医生就后天值班，明天先休息1天，后天轮到谁了来着？我。对了，林医生，这是罗马柑橘和甜橙的精油，都是促进睡眠的，送给你。哦，谢谢。我回来了。我的宝贝然然回来了。然然，称呼怎么变得这么恶心呀？妈妈在网上看到你救人的视频了，我的宝贝儿子可真优秀啊！你妈还把视频转发给了街坊们，大家都在夸你呢。为了奖励你，我和爸爸刚才商量好了，决定要给你买辆车。明天再说吧，我现在只想赶紧去睡觉。好，乖儿子，快去睡吧，剩下的交给妈妈、爸爸就行。徒手止血任务已完成，获得奖励新手宝箱。反正也就视频精力药剂，直接打开吧。获得技能书，大师级磁共振4肢阅读。啊？不是精力药剂，而是开出了新技能。这就是大师级的核磁共振阅读吗？现在的我在核磁共振图谱中能清晰分辨每一个组织结构，甚至能看出神经磁场均不均匀，对比度高不高，比起以前能够获取到的信息大大增加。我几乎是开了半个透视眼了，不过要是以后霍主任他们问我这是从哪儿学的，就不太好回答了。儿子！哎呀，别睡了，儿子！再不起来，你妈就要上去掀被子了。来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开心啊？虽然是辆2手车，但注意事项我也得交代下。首先必须要安全驾驶，系好安全带什么的是必须的。还有，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遵守交规。2手车啊？好了，交代的也差不多了。看看车吧，怎么样？黑色是不是挺有范儿的？我跟你说，2手车洗得干干净净的，一样好开。爸，你睁眼看看，这明明是辆红色的甲壳虫，而且怎么看都不是辆2手车吧？不会吧？原来是放错车库了。这辆是给你妈妈买的，想让她出门喝茶的时候方便点。老公，这突如其来的狗粮吃得我猝不及防啊！儿子，你的车就在门口，自己去看吧。我和你妈去试试新车。这老头绝对是故意的。虽说是2手的，配置也不高，但开起来还不错。老爸还真是难得大方一回。林医生买了辆车，情报更新了，赶紧群发。林医生来这么早？今天我想要5台手术。听到没？林医生一上班就要了5台。谁还关注手术量呀？你没看群里消息吧？林医生今天上班是开车来的。林医生还在实习期呢，现在就有车开了，说明他家里条件蛮不错呀。但我听说林医生开的是辆2手车，不怎么贵。能力范围内买2手车，总比砸锅卖铁买豪车然后出去骗女孩子的渣男强吧？是啊，你们说像林医生这么好的条件，会不会被外面的女人给骗走啊？还说什么林医生被别人给骗走，明明想骗走林医生的就是你们啊！不行，得先下手为强了。林医生，嘘，别说话，林医生正在专心看片子呢，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再说。仔细阅读了患者的磁共振片子后，他所有肌腱的外部特征，甚至是肌腱的内部情况，都已经明晰了。毕竟现在的我能够看到每一根肌腱的3D 图像，不，要比3D 图像更加的直观清晰。没错，这场手术我已经想到最优方案了。林医生，准备开始手术了吗？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次就从掌侧开口吧。掌侧开口，这可不常见啊。虽然也曾读到过相似的案例，
但案例和实践可不是一回事啊。林医生是认识这位病人吗？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我的意思是，你这次开口所选择的方向不是很常规。哦，因为从核磁共振的片子来看，如果在掌侧给这位病人做缝合，屈肌腱愈后的强度会更高些。啊，今天的林医生似乎有点不一样了。往常的他可是一名很稳健的外科主刀，做手术时都是按照术式一步步的完成。到，可今天的决策却有点超标。啊，真就不按常规来下刀，还这么果断。要是出问题了，可怎么办啊，林医生？果然跟磁共振阅读到的一样，掌侧的肌腱偏于柔弱，而且有撕裂的迹象。如果还跟往常的术式一样从正面开口，不仅整个手术的操作时间会变长，缝合的愈后状况也会截然不同。原来从掌侧开口后的缝合是这样的呀，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不愧是林医生，缝得比以前更好了。以前看不懂磁共振的图像，只能先根据影像科的文字描述大概设想一下，打开后才能做具体决定。现在有了大师级的读图技术，做方案真的方便了很多。林医生，我今天差不多了，后面就交给吕医生吧。好的，辛苦了。林医生，今天下班后能不能麻烦你送一下我，顺便一起吃个饭？我想去一家很好吃的火锅，离下沟诊所也不远，但晚高峰太难打车了。没问题，没问题。王佳，你等会儿要去哪儿啊？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人家可是约了林医生吃晚饭呢，好好学学吧。啊，王佳，急诊突然来了一例手术，林然医生走不开，他让我跟你说声不好意思，下次一定。哦，好，借大便车约饭计划落空了。嘿，有病人就不下班啊，老大。我还是实习生，得加倍努力才行。你自己不说，早就没人当你是实习生了，好吧？而且一个不留神，林老大好像又精进了。很顺利，肌腱断裂情况跟磁共振片子的阅读一模一样。收工。哦，现在做手部肌腱缝合都跟之前做单指的时间差不多了。照这么下去，林老大很快就会累积出相当惊人的手术量。后面没有病人了吗？唉，今天的手术已经全部完成了。还有点时间，我去复健室看看。有了手部解剖经验以及四肢磁共振读片能力的加持，术中耗时明显更短了。既然时间有富裕，查房就得亲力亲为。对于屈肌腱损伤来说，手术固然重要，但复健也是必不可少的。林医生还没下班呢。啊，我来看看。您别说，我还真想给您看看我的手呢。能有这效果，真是全凭林医生手速做得好啊！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都差点忘了，还有靠感谢成就获得宝箱这茬呢。那在我没查房期间康复出院的病人们，感觉错过了几个亿呀！之前就不该把查房交给住院医来做。林医生，你也来帮我看看吧。我做了手功能的分析，结果是优。现在不仅用得上力气，搬箱子连10公斤的都能搬动呢。我看看，恢复得很好，可以安排出院了。恭喜你啊！太好了，多亏林医生缝合得好，我才能这么快出院，又能开开心心的回去上班赚钱喽。林医生也帮我们看看吧。林医生缝的你们还不放心啊？他的缝合水平在我们院可是公认的优秀。这里有些以前病人们的缝合照片，你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差距这么大吗？真的，我们的伤口比以前的病人要美观多了。林医生可真强啊！其实我只是不喜欢缝线弯曲、针脚间隔不整齐的缝合而已，有一点轻微的强迫症。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啊，成就宝箱还能成堆出的？慢着，这也就是说，单抽出奇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可以多囤点宝箱，直接来发10连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暂时没病人了，我去趟复健室。啊，林老大
这2天怎么一直往复健室跑？不会是被复健室的哪个小姑娘给勾走了吧？看看今天有没有我的病人快恢复了的。林医生又来了，看来他很喜欢被病人和家属们恭维嘛。慢着，难道这才是攻略男神的最佳途径？我们林医生的缝合水平在院内可是公认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找林医生。哦，那个，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缝合跟其他人差别很大？您受伤的位置不太好，幸亏遇到的是林医生，他是一部分沿着你手掌的纹路，一部分从你手指中间跨过去缝合的。您仔细看，林医生还用了纹眼线的手法，让您的手指显得修长。林医生不仅是在治伤，甚至连医美都顺道做了哟。真的吗？你不说我都没看出来，林医生想得好周到啊！林医生真是绝了！男神笑了，有效果，果然这就是攻略男神的不二法门。脑开火力全开了，秘技灵吹彩虹屁，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怎么突然这么多？加上昨天的，应该够10个了。所以说啊，第一次10连抽，得找个人少的地方。忙了半天还有点小累呢，让我看下男神的容颜会点血。啊，男神人呢？之前做了100次汤法，才得到10只初级宝箱。这2天只是在康复中心坐坐，就混来了10只。看来没事，得多往这边跑跑了。系统，开枪吧！精力药剂，精力药剂，精力药剂。啊，这是什么？分支技能：显微镜下的神经树魔吻合术，大师级，神经吻合术的一种，用于修复各种原因造成的神经完全断裂或部分断裂。这个有点厉害啊！老大，你在这儿啊？来手术了？对，因为你病人31岁，跌落后被硬物刺穿手掌。尺神经受损，是吗？哎，李老大的关注点在这儿啊。是的，尺神经沟是有损伤。新技能是神经树魔吻合术，刚好适用于这张。而这是我要做的第1例神经树魔吻合，得更加谨慎一些。以前做汤法都是固定术式，并不牵扯别的。若是加做神经树魔吻合，基本等同于从建一座大桥变成了建一座立交桥，需要因地制宜，多加考虑的地方多了很多。走吧，准备手术。病人李华敏，曲指功能重建术合并尺神经树魔吻合，现在开始。向来注重开口美观的老大，居然开了这么大一个口，看来这次的手术难度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啊！同一个主刀进行相同术式中，开口越大，说明手术越难。看来林老大是真的打算合并进行尺神经树魔吻合。神经吻合术一般分为外膜吻合、树膜吻合、外膜和树膜同时吻合，较为常用的是外膜吻合。树膜吻合的病人愈后控制性虽然更强，但手术难度要大很多。外膜缝合勉强还可以用肉眼来观察，树膜缝合则完全不可能。一戴显微眼镜已经看不清林老大的操作了。不仅如此，10杠0的缝线在移动中也完全看不清。看来林老大这么多次手术，这是迄今为止最难的一次。哇，竟然连手术进展到了什么地步都看不出来。拼了！无论如何也得把本职工作给做好。树魔其实还蛮坚韧的。啊，林老大，你说啥？树魔比猪皮还要韧，跟你平时练习用的猪脚皮差不多。还有闲心来跟我举例说明，也就是说手术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就算我什么都看不清，就算这是林老大到目前为止最难的一次手术，手术目前的进展很顺利，对吧？要说进展的话嘛，已经完成了。啊，树模可是有好几根呢，已经全部缝好了。啊，都缝好了，后面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我先去休息一下。哦，好的。这段时间多跟几台手术吧，毕竟又有新东西，可以向林老大学习了。林然，听说你今天做了台神经树膜缝合。嗯，你还真是敢啊！
所以缝合的效果怎么样？神经恢复的好的话，效果应该不错。真没有把握？是的。那你准备一下啊，霍主任应该马上就要来问你喽。这台新手术会立马引起周医生和霍主任关注的原因，我大概能猜到。不仅仅是因为在3种神经吻合法中，神经束膜缝合最为硬核，更是因为在此之前首部的2区屈肌腱缝合遇到的合并神经损伤、合并骨折的急诊科，因为没人能做神经吻合，都是直接拒绝。超范围的患者，要么直接想办法前往省外治疗，要么先去手外科接受凯瑟勒法之类的肌腱缝合，再请求省外会诊缝合。留在急诊科的，都是那种只做肌腱缝合，放弃神经吻合，或者只能截肢处理的病人。会神经吻合的话，能做的手术范围会瞬间提升到另一个级别。无人屈肌腱吻合术、合并神经吻合术，逼格更是直冲天际，仅逊色于断肢再植。林然在哪儿？听说你小子做了台神经束膜吻合术。是的，主任。好家伙，走，我们去看看病人。哦，走吧，我们也跟着去看看。李怀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要换病房。为什么？我要换病房。怎么了这是？为什么要换病房呀？病房是绿色的，我不能沾绿。那不能沾绿的原因又是？我五行木多，木多不穿绿，也不能住绿房间。你们要是不给我换个别的颜色的房间，我的病肯定是恢复不好的。那个不好意思啊，患者，我们这儿的病房全都是绿色的。我不管，你们可以重新为我砌一间病房吗？对了，就砌粉红色吧，我要粉红色，粉红属钱，我五行正好缺钱。不好，主人要爆发了！林然，病人目前这种情况的话，先给他做个神经肌电图，分析一下他的神经恢复状况吧。好的。行了，放那里就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一个人来吧。真的不用我们帮忙吗？这位病人比较有个性，一定要注意些啊。用不着，有个性的病人我见多了，没事儿，你们快去外面等着吧，把门带上。你就是专门测神经的医生？我是专门做神经肌电图的，不是测神经的。那我神经没问题吧？现在还不知道，都还没测出结果呢，你别乱动呀！医生，你别骗我，我不怕死。我家里所有人都在瞒着我，我明白他们是为了我好，但我就是想知道真相。那也得测完才能。医生，你就告诉我吧。等等，你里面穿的是什么？这个呀是寿衣，老人说大红的才吉利，但我五行属粉红，就选了件粉红绣边的。寿衣？对呀，你一会儿给我测神经，要是我脑子有问题的话，我就穿着这个直接跳天台去，还能给家里省点事儿。你好好给我测哈。那个，你俩还是来帮一下忙吧。主任，检查完了，患者神经吻合状况良好，肌腱缝合也没有问题，只是心理状况需要找医生做下疏导。太好了，接下来就按照林然的医嘱，可以开始早期复健了。林然，跟我们出来一下。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林然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做起来了？刚才那位病人的情况是不错，但会不会有点太急了？表现不错就可以上了。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多，找起来也容易。据我所知，昌西省内能独立做屈肌腱缝合、神经束膜吻合的医生，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手外那些屈肌腱断裂、合并神经损伤又没有断指的患者，很多就只做了屈肌腱缝合，愈后如何，基本靠命。一旦林然把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给做起来，咱们就真离大急诊中心不远了。
但屈肌腱损伤的患者恢复期长，神经的恢复期更长，咱们目前的病房怕是不够用啊。不够就加嘛，我去找院长申请。林然，到时候病源变多了，也不要做得太拼。年轻人低头猛冲很好，但偶尔也得抬头看看路。是得注意身体。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一旦加起来，手术量将会远超现在。喂，什么？郝经理的女儿被烧伤了？好，我知道了，让烧伤组准备一下。林然先跟我过去。烧伤怎么不去总院啊？总院的刘主任可是全国知名的烧伤专家。因为没那么严重，只是倒开水的时候烫到脚了。处理的差不多了，好好休息吧，晚点我再来查房。林医生这就走啦？我还想跟他聊会儿天呢。林医生还有别的病人呀，你放心好了，有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去叫他的。家人们谁懂啊？今天终于见到云华最帅的网红医生了，我又可以了。好友圈发送，耶！现在的小女生啊。林医生早啊！哦，早。喏，给你点了杯拿铁。谢谢，虽然我现在不太想喝咖啡，我先把钱给你吧。你都不想喝，你给我钱做什么？今天的早餐是苏梦雪给我带的，我想回她杯咖啡。哼，这个女人长得那么清纯，身材又好，看上去似乎也对林医生有意思。切，你以为我为什么不去总院，非要来你们云华？还不是潘华主任和你都是做汤法缝合的医生，你们是竞争对手，没错吧？潘主任的进修马上就要结束了，与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另外一名日本的博士生，那个家伙也会到云华医院来任职。医院目前的汤法患者多得做不完，我们没有竞争的。但潘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啊，你现在还是实习生啊。如果有的选，病人肯定会选副主任吧？没关系啊，我们目前的病源广泛到潘主任做完，剩下的全都给我做，都做不完呢。那再多一名日本博士生呢？他肯定也要做汤法吧？日本博士生想来不会有桥本教授那么强，按平均每小时做一根手指的速度，他每天可能会分走18根。不，要是庆应艺术大学的博士生，也许30分钟一根就够了。那他一天就能分走40根左右。潘主任再带一个小组，每天完成30根左右的屈肌腱损伤手指缝合，也不是难事。云华的病源再广泛，也做不到每天提供60乃至70根屈肌腱损伤的手指。若真被潘主任他们给截胡的话，我就再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大的手术量了。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提醒。情报对林医生有用，好耶！咱们组从今天开始增加手术量，能做多少做多少。哦，还要加量？你顺便通知马艳玲，明天早上6点就开始做手术，晚上也延迟1到2个小时，视患者数量而定。通过让吕文斌、苏梦雪、王佳和马艳玲4人2组，轮班倒的方式不停做手术，很快我就又攒到了20个初级宝箱。获得新技能切开，执笔式专精。很好，再接再厉，一定要在潘主任回来之前把手术量给冲上去。云华的空气还是那么特别啊。そうですね，早就在新闻里看过，说你们这边的空气不好，只是没想到会如此糟糕。云华靠海已经很不错了，你可是要在这边待2、3年呢，除非一天到晚都泡在手术室里，否则你总得要习惯云华的空气。那我宁愿一直待在手术室里，我的呼吸系统还不能适应这种空气。是吗？那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咱们就赶紧去手术室吧。是啊，说1000道1万，医生的战场终究是在手术室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这段时间的强化训练成果展现给同僚们看看了。欢迎
欢迎潘主任结业归来，欢迎上田博士莅临指导。行了，别搞这些虚的了。真要欢迎，不如直接给我们准备几例有难度的病例。主任，您和上田博士才刚到，舟车劳顿的，要不先休息一天？那就先带上田博士熟悉一下云华医院吧。我们手外科的手术室是以国内一流的水平打造的，病房目前有些拥挤，但是病人的人数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复健室也是手外科的重要组成，上田君似乎对复健也有一定的研究吧？今天的复健室人还挺多呀。主任，这些都是急诊科林医生的病人。你跟我说过，急诊科现在开始搞屈肌腱缝合加神经吻合术了。那林然现在一天能做多少台？我记得之前他有过一天做5台手术的记录，这对一名实习生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吧？他现在平均每天能做8例，最多有做到过10例的时候。一天10台，你是在开玩笑吗？明天我们就开始反击。林然，这几台手术是你最后的狂欢了。大家不要紧啊，排好队。这日本专家来会诊，挂号10分钟就没号了。是啊，听说还有号被黄牛炒到500一个。潘主任和上田医生真厉害，给的治疗方案比其他医院好太多了。是啊，不愧是专家。咱们联合会诊的成效，你看到了吧？看了20个号码，收了12人入院，我们做得过来吗？上田君，你来云华的目的不就是积累手术量，等回到日本后晋升主刀吗？你计划做多少例？根据我之前的计算，我把目标定在了3年，完成600例。这样1年才200台啊，平均1天1台都不到。上田君，我这次进修回来是打算用尽全力在云华留下我的传说，然后再转战上京北海。既然这3年里咱们要一起，你还是尽可能的多做一些手术为好。不用担心病源，在我们这里，只要你想做，1年600例也算不了什么。什么？就按潘桑说的吧，那咱们现在便开始手术吧。屈肌腱缝合这种级别的手术，对我来说可是难得的大手术，必须严肃以待，不能有一丝马虎。哟西，手术完成，大家配合的真好。你才刚开始烫发缝合就能这么快，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哪里？原本计划3个小时的手术，现在都已经4个多小时了。苏医生，下台手术也可以拜托你吗？答应他。好吧。加油，再多做几台吧。Fighting！4小时才赚了几10块，还是跟着林然好啊。1小时就能做2台，一天能有好几百块呢。还得跟他的手术，4小时1台，也太累了吧？是啊，比林医生差远了。主任，你们做了个通宵，这不病人需要吗？我辛苦，多做几台没什么的。潘军对屈肌腱损伤的理解是真的好，这次又教了我不少新东西。哎呀，分内之事。哎，对了，林然那边怎么说？林医生他比主任你们做的更多。什么？而且他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做了这么多台，总该累了吧？走，咱们去看看。老大，咱们最近天天这么拼，到底是为啥？病源要是少下来，想拼都没得拼了。少下来？老大，你还没发现这阵子咱院的病人比以往多了好多吗？啊，这样吗？被手外分流后，不是应该变少吗？怎么会？上田和庆艺术的名声太响了，现在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病人，就想要海外专家给看看，他们看不过来的，就全送咱们这儿来喽。这样啊，那他们做不过来的手术，咱们全给做了吧。啊？潘主任怎么来了？
潘主任听说林然做了10多例后仍在加班，就来看看情况。这林然怎么看着一点都不累，轻松的像刚做第1台的样子。不仅如此，他做汤法缝线竟然靠近穿线，贴地飞行。之前林然的缝线还是能远则远的绕行，这次却完全不同。这种缝合法是很多医生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他得通过多大的手术量才能磨练出这种技巧啊！本当にすごいね！快回！来了，482！之前还说要3年完成600例，林然这才实习多久，就482例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上田君，你觉得林然的手术做得怎么样？林医生的技术，就算和日本顶级医院的医生相比，也不遑多让。刚才看他做神经外膜吻合术的娴熟程度，比起我来简直也好太多了。林然的手术现在做的是又有质量又漂亮，但病人们如果是因为手部创伤到医院来，肯定还是会优先选择手外科。我们可是专业的手外科医生，积累的知识会随着我们的经验而不断成长发酵。林然这种只会做1种术式的手术医，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变得平庸的。そうです。作为云华外科屈肌腱手术的头牌，我绝不允许让林然超越我。潘主任，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你姐刚才打电话说，虎头峡工地上发生斗殴，你姐夫被人给砍成右手重伤，已经送往咱医院了。什么？潘桑，姐夫的小公司搞了好几年，才刚刚开始赚钱就遇上这种事。他是做设计出身的，手要是不好用了，以后该怎么接工程？小铁，你想办法让林然把我姐夫给收了，但别提我。手术的时候你也给我盯紧了。知道了。你亲戚啊？对，去工地办事，刚好人家讨债的来了。病人的症状基本稳定，失血也不算多，但3根手指的切割伤十分严重。我马上安排下，给你转到手外科去。不用，我还是希望留在急诊科治疗。手外今天特别忙，前面有2个特需病人，插队不好，但不插队的话又会耽误治疗。转诊给潘主任做的疗效肯定会更好一点。留在我们急诊科就只能林然来做了。他虽然不错，但毕竟还很年轻，经验少，你可得考虑清楚了啊。我考虑清楚了，可以的话，我也想跟着进手术室。潘主任刚毕业时交不起房租，常去姐姐家住，和姐夫的关系也是相当好。难道是怕临床决断受影响，才将手术交给林然来做的？下午2点10分，患者正气，手术开始。刀，用纸笔式来开口吧。拉开。好的。团队配合得很默契，状态也非常好，完全看不出是每天连续进行10几台手术的样子。什么？一把捞出肌腱？这简直就像是用筷子从一个精肉夹馍里准确地捞出一丝肥肉，而且肉饼不能破，筋肉不能少，肥肉出来的也极其完整。这拿捏之精准，有点东西啊，林然。不行，不能被一个捞肌腱的动作给吓到。屈肌腱缝合的核心可是缝合啊！第1根肌腱缝合完成。啊，在我手里得20分钟才能缝好的肌腱，还2分钟就给搞定了。抽吸，看不清楚了。好的，给我擦把汗。好。感觉今天状态不太好。大哥，你什么情况啊？潘主任姐夫这么重要的手术，做了一半才说你状态不好。那个，会不会是今天午饭的问题啊？不会的，午饭的猪蹄不可能有问题。猪蹄都是我一大早去东湖市场里亲自严选的新鲜货，而且每一个毛孔都被我洗得干干净净。你误会了，我想说的是，中午的猪蹄吃的可能太少了，现在会不会有些低血糖？林医生，快吸点葡萄糖吧。哦，好了，手术继续，拉大一点，抽吸，又看不清楚了，纱布压一下，是不是有出血点？
我说大哥大姐们，我怎么会这么放松？一会儿开玩笑，一会儿认真的，我一个旁观者的心态都快要炸了呀！看样子进展得很顺利呀。所有基建缝合完成，开始神经束膜缝合。什么？这么快？这可是神经束膜缝合呀！以前只听说他会做汤法，没想到连神经束膜都缝得这么熟练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刚才林然的捞基建手法与基建缝合速度也是越想越可怕。边闲聊边做手术，遇到状况马上就能回到正轨。年纪轻轻就身怀绝技，难道这才是潘主任找林然做姐夫这台手术的真正原因吗？神经束膜缝合完成，剩下的缝皮，吕文斌，交给你可以吗？哎，没问题，老大，你就放。等一下，林医生，能不能请您亲自做缝合？我亲戚是做生意的，出门在外手得好看一点。啊，行吧。什么嘛，你太看不起我了。正常大小的疤痕可以接受吧？小一点，越小越好，最好小的看不见。好，你别那么大声。结合之前铁医生的种种表现，这个病人肯定不简单。我们复苏室的管理可严格了，你可不能随便进去啊。苏医生，我有2根猪蹄，换您离开2分钟啊。我去趟洗手间，什么也没看见哈。郑先生，你感觉怎么样了？小潘呐，是潘华给我做的手术吗？我的直觉果然没错，这后面有瓜呀。您认识潘华潘主任？她是我妹夫，你帮我喊一下她呗。还有我老婆。好的，护士妹妹，来送一下这位病人去病房。来了。喂，怎么了？霍主任，您猜我发现了什么？嘿嘿。姐夫，感觉怎么样了？我说华子，你姐夫离缝合才过了12个小时，做复健合适吗？你安排的这个医生靠不靠谱啊？他手术要是做得不好，我用得着搞得这么麻烦吗？虽然不想承认，但在屈肌腱加神经束膜缝合这一块，那小子现在比我强。看看你姐夫，昨天遭完大罪，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了，今天天不亮就起来复健，人都整成什么样了？这样能将粘连的概率降得更低啊！主刀医生比我清楚姐夫的情况，他的建议肯定是最准确的。是啊，医生肯定也是为了我能恢复得更好啊。哼！潘主任怎么愁眉苦脸的？霍主任，你姐夫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放心，潘主任的亲戚就是我们全体云医医生的亲戚，肯定给你照顾好。多谢。依然，你去好好给咱姐夫检查复健。林医生，我老公的手还能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吗？肌腱粘连的问题基本能解决，但要手部恢复完全正常，还是太难了。但周围这些病友和我情况差不多，功能评测可全都是优呢。优很正常，我的病人大部分都能恢复到优，目前优良率有98%呢。那我老公也可以吗？优可不代表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只说明他能做到正常的生活自理。太精细的操作可能就不行了。您说的生活自理，包不包括拿笔写字、吃饭、洗澡、使用电脑这些？当然了，只要复健得好，这些肯定没问题。能做到这些就已经很可以了。是的，完全够了。多谢林医生，我一定好好复健。又被病人感谢了呢。获得病人的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获得分支技能头部推拿法大师级，获得分支技能颈椎理筋整骨推拿法大师级。一个宝箱竟然能开出2本技能，虽然都是推拿，开双黄蛋的满足感有些打折。
不过还是想快点试一试。推拿是治疗颈椎病最常用的非手术方法，通过按摩、推拿、揉点，以及滚、扣、击、摇、弹、拨进行松懈，结合小角度矢状位扳法，临床疗效确切，有效率超过95%。林然这是在干什么？天才都这样，有点怪癖。林然呐，我有个好消息。怎么了，主任？又有手术来了？别惦记你那手术了，你小子最近冲的复健室都快没位置了。明天有一个云华市组织的健康巡诊，我帮你争取了个名额。健康巡诊？那是做什么的？就是去疗养院给老人们体检什么的，轻松得很。你也刚好借这个机会出去混个脸熟，还不如留下做手术呢。你名额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你小子不去也得去。好。体检这么小半天下来，竟然还挺累。周医生，这颈椎生理曲度已经改变，有骨赘，压颈测试肯定通不过。要治疗这种程度的劳损，怎么了？别动。哎呀，好了，好轻松啊！这2个月被加班摧残的颈椎一下子就恢复了。哎，凌然，你这个手法，大师级的推拿。哎呦，大师啊，绝对大师级的。这位大师，我的颈椎也不是特别好，能不能帮我也看看？颈椎的僵硬感一下子就没了，这感觉仿佛枯萎的花朵再次绽放。好了，您这手法绝不是大师2个字就能概括的，神了，简直神了！林医生，能不能也帮我看一下？大师，人家也想推拿推拿。俺也一样。来吧。太舒服了！你们在干什么？这里可是疗养院呐！我们就是在疗养呀。林大师的按摩可不是一般好，院长你也来试试呗。简直胡闹！按摩就按摩，鬼叫个什么劲儿？你们这样大吵大闹的在这里哗众取宠，到底把咱疗养院当成什么了？还不是因为太舒服吗？舒服？按个摩能有多舒服啊？我看你们就是在故意捣乱。院长，要不你也来试两下？那就让我来试一。这种感觉，仿佛就像周末跟老婆孩子一起窝在沙发里的那般舒服与惬意，简直太爽了！好了，院长，你这颈椎有点骨赘增生，其他没啥大毛病。好，小伙子手法还真有点东西啊，是我错怪你们了。听了没？连院长都认可了，咱们也试一下吧。快，赶紧去排队！大家按顺序排好队，一个一个的。哎，别急，都有份儿啊！真是没想到，在这种地方发现了个不得了的宝藏男孩呢，年轻帅气，还有这股成熟稳重的气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拿下他了。太舒服了啊！你可以进去了。好 ，Hello， 请坐。林医生你好，我叫李磊，是蓝星娱乐公司的经纪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做明星？先涂抹下脖子和肩颈。居然不接我的话。林医生，你条件真的蛮好，像你这样都用不着什么化妆品，稍微打点粉底、腮红、高光、眼影，就可以上台了。合着是来挖墙脚的？你平时爱看些什么节目呀？海藻宝宝。真人的呢？新闻联播。林医生真会开玩笑。我没开玩笑。要对上频道还真是艰难。李磊稳重，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有 Plan B 呢。要开始了。好舒服。你有神经根型颈椎病，一看就是伏案工作久了。不对，差点忘了 Plan B。好可怕的按摩手法。手有点酸了，
林医生的手法真是厉害。我们凌然可是天生做医生的料。林医生，后天市体育馆有我们公司筹办的梦雪演唱会，这是那场的前排票，你来看一看吧。这一定要来哦，拜拜。梦雪就是那个被称作山雨歌的女明星吧？老妈很喜欢她，她肯定很想去这个演唱会。做梦也没想到，竟然能来听一票难求的山雨歌的演唱会。2个人。哦，你这个票是？啊，李老师跟我说了，我带他们进去吧。好。李老师，你的 VIP 来了。早知道是这待遇，就带你爸来见识见识了。对，是这排。林医生，你来啦！你好。怎么样？虽然还没开始，是不是已经能感受到肯定是场超棒的演唱会了？只要林医生你签约我们蓝星娱乐公司，不出2年，我就能让你拥有不输梦雪的人气，成为顶流。李老师，不好了，梦雪和她的伴舞热身的时候痉挛了。什么？还有半小时就开场了，这可怎么办？对了，林医生，你的推拿能治疗肌肉痉挛吗？应该可以缓解。我带医生来了。那我就先……快点，先给梦雪看。为什么？人也分高低贵贱，肯定是优先梦雪啊！你到底懂不懂？你不是这样的，我是想一起治疗他们。这不会影响效果吗？普通的肌肉痉挛处理起来并不难，同时给2个人推拿不会有问题的。原来如此，在林医生的眼里，根本就没把他们分为大明星和普通人，他所看到的只是2位需要帮助的病人。这个人是医生，好帅啊！大师级推拿法，启动。那个眼神，那个充满责任与关爱的眼神，是天生的医者才有的。看来无论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将他挖来做明星了。可以了，活动活动试试。好厉害，一点都不疼了呢！太谢谢您了，医生。对了，表演之前可以在……林医生，虽然在造型上已经放弃你了，但梦雪以后的专项治疗恐怕都得你来负责了。获得宝箱。现在都这么敷衍了吗？打开吧。奖励技能书断指在职完美级。这奖励可一点都不敷衍啊！能认识林医生这种宝藏男孩，可真是太幸运了。李老师，李老师，又怎么了？李老师，有个观众摔得满脸是血，正在2楼求助。林医生，要不再帮个忙？话说，你们这么大规模的演唱会，连个医生都没有请吗？请了，但我们安排的医生止不住血，对方说自己有长期病史，想要去云华医院。云医的长期病患吗？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啊，还真是你啊，邵老板。林医生，你也在这里啊，真是撞大运了。点符给我一下，我要消消毒，然后帮病人止血。可能有点痛，忍一下。差不多了，我把纱布拿开看看。啊，血好像止住了。果然还得是云医的医生啊，血一下子就能止住，连云医都不用去了。那个林医生，我还用不用包扎呀？感觉您出手连包扎都用不着了。要没事我就下去看演唱会了。你也知道，山雨哥的演唱会1张票可贵了。邵老板的这个脸色看起来比上次见他的时候更差了。邵老板，你先等一下。哦。邵老板，你今天怕是看不成演唱会了，那出血并没有止住，我也没办法在这里帮你开腹治疗，时间紧迫，必须马上赶往云医。快点快点，这边。知道安排了吗？林医生的病人，他说他自己来。你等等。霍主任说了，这几天先不要做手术，让你干点轻松的活，趁机休息休息。为什么不听？莫非整个急诊科连一个你能信赖的医生都没有了吗？主任，我不要轻松的活，我只想做手术。
而且这位患者还是我跟周医生的朋友。那台手术我安排给别人了，知不知道这几天为什么要你多休息？因为现在你可以做神经树膜吻合手术了。就连王海洋也认为你在外科手术上有很高的天赋。我们商量准备把你往断指再植这方面带，叫你歇几天，就是在努力寻找合适的病患啊。断指再植，霍主任，我正想做这种手术呢，是我没理解您的一番苦心。臭小子，这才对嘛！给我养好了精神，病患一到就马上跟着王海洋一起做。啊，林老霍，林老霍，怎么了，老王？瞧你都急成啥样了？老霍，你之前不是让林然回去休息了吗？能不能赶紧喊他来医院一趟？王主任，我在呢。哎，谢天谢地，林然你在医院就太好了。莫非手外科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支援？紧急病患，一名5岁孩子的8根手指完全断离，需要马上进行断指再植。目前整个手外的经营权上也还是少人，那些在外省和出去度假的几位医生也赶不回来。手外科是很看重成功率的，一根小孩手指的缝合估计需要4小时左右，叠加计算的话，8根手指就需要32个小时。有没有医生能坚持32个小时？这首先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其次，断指再植的最佳时间是不能超过24小时的，还有所谓的8小时边界线，好多医生只要过了这个时间，就都是建议截肢。那孩子的情况不容乐观啊。目前的计划是同时开4个组，协助进行断指再植。4个组的话，就是每组做2根手指呗。对，林然如果加入进来的话，可以机动做肌腱缝合、血管吻合，还有神经吻合。没问题，我相信林然可以胜任的。虽然完美级的断指再植技能只是刚习得，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而出示的舞台就是地狱模式，我这样却很有挑战，我喜欢。我带林然过来机动，他可以进行肌腱缝合、血管吻合以及神经吻合。做累的人都可以让林然来顶。大家继续，保持秩序。好。我先去看看核磁共振片和 X 光片吧。行。这小子来了都不用我教的，就知道主动行动，真是越来越有主刀医生的风范了。原来这些断指是这种状况，神经的状态我也已经完全了解，剩下的就只是史上最高难度的拼积木了。不好，出错地方了！别慌，赶紧抽吸。那已经在做了。累了别硬扛，先下来吧。林然，你准备补位。好的，我准备好了。林医生负责我这一组吗？希望情况能有所好转。马依林，怎么了，林医生？再扶正一些，我要开始清创了。明白。一组差不多快要完成清创了。小韩，2组现在什么进度啊？也差不多，再有5分钟就能完成清创。 3组也报一下进度吧。一样，清创马上就能完成。林然，你是4组，你那边的清创还顺利吗？骨头已经做完，目前正在准备做内骨钉。有没有搞错呀？这个借过来激动的林然，进度居然比我们几个主刀还快。我们还在清创啊，他已经把骨头给做完了。可能是这小子比较擅长清创和接骨吧，这速度的确有点离谱。进度还挺快的嘛，很好，继续吧啊！进入林医生的轨道后，又是熟悉的肌腱缝合、血管吻合，还有神经吻合，的确安心了不少。差不多了，剩下的缝皮就交给你了啊！好的，老大，感觉就像回到了急诊科的手术室一样呢。我刚完成了血管吻合，林然就只剩缝皮了。血管吻合我才做了一半啊！这林然看来不止擅长清创和接骨呢。缝皮？什么缝皮？我这还在肌腱缝合呢。我们手外科的医师，平时谁比谁速度快一点，最多也就不过20分钟左右的事。而急诊科这小子，现在直接快出我将近1个半小时。开玩笑也不带这么玩的吧？王主任，林然负责的4组是不是得检查检查？
被盯上了。马叶林，手术中不要分心。抱歉，林医生说的对，我得集中精力做好眼下的事才行。王主任，接下来我支援哪里？虽然凌然的速度有些异常，但现在可不是挑刺的时候。一组的进度并不理想，2组和3组更是需要支援。他们现在都只进行了一半，最重要的血管吻合都没有完成，后面的神经吻合只会更加麻烦。就目前的速度来看，他们至少还得1个半小时，但病人只有5岁，想8根手指都能用的话，现在可是分秒必争啊！凌然展现出了不输上阵的几位副主任的实力，甚至要更优秀。既然他还能做，那就没有停下来的理由。凌然，你接着做左手的无名指吧。收到，把左手的核磁共振片子调出来给我看下。好的。看起来肌腱、血管、神经的损伤和上一根手指相比差别不大，只是手指在骨干的中段离断，必须得做骨缩短了。做了骨缩短的手指，会比正常情况短0.5公分左右，但现在保证恢复功能才是最优先的。马叶林，封皮结束了吗？刚好做完。开始给左手无名指清创吧。好的。开始吧。稳住。左手无名指完成。什么？又做完1根？哼，那你还可以继续吗？还可以继续吧？没问题。好的，费医生原本要做的那根左手小拇指，现在交给你了。切，速度快也不代表什么，我做的断指再指质量更高，愈后会更好。做了2指之后，也基本适应这个手术了，可以将我掌握的技能充分运用起来。马叶林，给左手小拇指清创，咱们继续。以往连做3粒汤法都不会疲倦，今天3根断指再指还没做完，竟然就有些累了。从未见过林医生在手术中疲惫的样子，看来今天的手术还真不是一般的高难度啊！为了手术，得来上一剂精力药剂。状态回满，继续。哎，林医生怎么突然间又有精神了？难道我刚才看错了？是啊，林医生怎么可能出状况？这手术真难，都给我整出幻觉了！挺住啊，马叶林！这么关键的手术，绝不能拖林医生后腿。老王，我的做完了，你是不是刚开始做右手中指啊？要不要帮忙？不用，我自己来。行吧，既然暂时没活儿，就让我来仔细看看这个凌然。虽然看不到显微镜下的细节，但从他轻松的表情和没有一丝犹豫的娴熟动作，都说明这手术的顺利。从我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手术的过程如同跳着一曲华丽典雅的华尔兹，简直是完美无瑕。凌然，你第3根做完了没有？神经吻合结束了，不过这根右手小拇指还需要移植皮瓣。皮瓣交给2组吧，你来帮我一下。好，目前进度如何？怎么老王和这小子搭上号，手术就从困难模式变成了简单模式啊？有凌然做医助，果然轻松很多。但是不服老不行啊，体力跟不上，没法做完这根手指了。凌然，你来缝这条动脉吧。好，这是我负责的第4根手指了，可以尝试着适当提下速，断指再指完美级，加速。缝好了。那再缝一条静脉。帅，真帅啊！强，太强了！缝皮结束，手术完成。同行的赞许是对医生最大的褒奖，奖励初级宝箱，成就。这台断指再指手术做的真是酣畅淋漓，痛快痛快。凌然，霍主任，你怎么这个点了还在？我还想问你呢，你妈怎么大半夜的不回家，还带着个大明星在外面等你？你小子之前到底干了些啥？我妈和大明星在外面等我？啊，难道是？
妈，你怎么来了？山宇哥的事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就行。我家林然我来安排，一定没问题的。有姐这句话，今天晚上就没白来。妈，你又擅自给我安排了什么啊？妈呀！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的？林医生忙完后，怎么没回去看我们梦雪的演唱会呢？还特意给你留了好位置。我是个医生，病人的事比天大，不要在我身上花心思了。我是不会去你们公司做艺人的。本就都没打算在这事上继续了，你这样直接说出来，很是伤人呢。你误会了，林医生。现在需要找你的人不是我，而是梦雪。她开完演唱会后，监警似乎也得推拿调理一下。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想再麻烦你。演唱会有这么费监警吗？这傻儿子在这里纠结些什么啊？儿子，想什么呢？妈刚才可都把话给放出去了啊！你的水平，妈放心，不到20分钟就能给山宇哥推拿舒服了，没错吧？知道了，我会去的。老妈，你快松手吧。霍主任，那我就先走了。多谢霍主任平日里对然然的栽培，改天您一定要抽空来家里吃顿饭啊！好嘞，快去吧。不是惹上了麻烦就好，能被这种大明星邀约看诊，林然这小子真是越来越出息了。慢着，有这种资源加持，再加上今晚成功的大型断指再植手术，把林然打造成云华的明星医生，现在看起来有着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啊。林医生早。早。林医生昨天加班做手术到那么晚，今天还这么早来上班啊？想确认下患者的预后情况。本来就帅，认真工作起来更帅了。现在不是花痴的时候啦。护士长有交代过和林医生有关的大事。林医生，今天你不用做手术，也不用查房啦。王海洋主任让你到了医院就去会议室，而且1分钟都不要耽搁，得赶紧的。林医生，原来你在这里啊！郑先生，林医生在这边，帮你找到了。林医生，找了你老半天，可把我们累坏了。郑先生，你这是？林医生，刚拍的片子显示我老公的屈肌腱厚度只多了0.1毫米不到，离年龄的标准差很远。多亏您缝得好。那就好。可你为什么会在医院里提着一盒小龙虾啊？这不是想拿给林医生你们吃吗？林医生，别再闲聊了，主任他们估计都快等不及了。王主任，你好，费医生和郭医生也在。我是来给林医生送锦旗的，顺便请大家一起吃小龙虾。又有不错的素材了，这位林医生身上可挖掘的东西似乎还不少。林医生好，我是云华报社的邹雅文，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就咱们昨天做的5岁儿童8根断指再植那台手术，报社派了人过来采访，忘记提前跟你打招呼了。林医生的医术我早有耳闻，这方面的采访基本不用了。咱们这样，这位先生，你过来，那边的太太把锦旗也拿到这里来下。OK， 就是这样。好嘞，送锦旗的素材取到了。咱哪天也能被人记者给采访，上报纸和论坛热搜啊！有点羡慕嫉妒恨了都。对了，郑先生，接下来你亲自剥一只小龙虾给林医生吃吧，这样的素材更生动，更能让人感受到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啊，这也太夸张了吧！林然似乎有些不愿意的样子。这次宣传的毕竟是手外科的项目，得让林然配合一下。林然，这都是为了云医做宣传，就听记者的吧。好吧。林医生，你看我的手现在真的能剥小龙虾，这全是你的功劳呢。很好，为主刀医生剥龙虾的合家欢素材也取到了。王主任，不好了！之前您做断指再植的那位老烟枪病人毛鹏海，手指出现了血栓、血循环的危象。什么？会
副七巨人出现这种状况，看来要准备截肢了。不，还没到最后一刻呢。王主任，咱们马上去手术室。今天的素材还真是源源不断呢。铁定截肢的病人被再次拯救吗？看来这次应该能搞出个大新闻。邹小姐，你怎么还跟着我们啊？那个手术室我不能去吗？当然了，手术室禁止外人出入。你想要凌然的素材，可以去护士站问问，或者去急诊科找吕文斌。哦，好。病人又送来了，好，马上安排。您好，我是来做林医生专访的记者，能问您几个问题吗？我和林医生不太熟，你去车库找卢精灵吧，他跟林医生特熟，啥都知道。慢一点，小心。二臭，快去帮忙啊，还得准备下一车。卢精灵小姐，我是来给林然医生做专访的，能请教您几个问题吗？林然的专访，好。您觉得林医生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云一顶梁柱的秘诀是什么？这还不简单？当然，因为我们林然是天才中的天才啊。你们林然，这里头有瓜啊！神秘的男女关系，这素材有趣了。我跟你说啊，刚认识林然的时候，我哥他，知道了吧？哦，想不到林医生在社团还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接下来再去找急诊科的吕文斌取一下材吧。请问吕文斌医生在吗？我就是，怎么了？您好，我是云华日报的记者邹雅文。哦，首位安排的采访，我知道。你想了解些什么？只要是林医生的情报，啥都行。林医生啊，真是带着我们小组干了太多，其他组干不来的累活难活了。你不知道，身为林医生的助手，是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的。为了紧跟林医生的手术，我都得穿着纸尿裤进手术室。纸尿裤？你在干哪里啊，喂！我现在怎么可能穿着嘛？自从组里多了一位助手一起分担手术后，我都很长时间没有穿过了。刘明，赶紧准备一下，手外刚才的手术很成功，林医生已经忙完了，他让你准备准备，跟他一起再做几台手外的手术。啊？手外的手术不是一直都是马彦霖跟的吗？我向来只跟急诊这边的。马彦霖被调回手外了，林医生现在的助手只有你一个。对了，他还特意叮嘱你，为了以防万一，把纸尿裤也给穿上。林老大，我真是谢谢你啊！不能笑，不能笑，得赶紧找林医生录点素材，不然进入手术室又得等了。不要一直感谢我们了。去病房好好照顾毛鹏海吧，凌然你可以啊，这都能跑出不截肢，下次再有类似的手术，我可都叫你了哈。没问题，王主任，我也正想多做点呢。林老大，吕文斌，你来了，准备好了没？接下来可都是断指再植手术。没问题，汤法缝合现在做的太顺了，没什么挑战，再不给我上点强度，我都觉得无聊了。好，那就先做他个50例。刚刚被毛鹏海的家属感谢时，系统奖励跟新任务一起出现了。初级宝箱开出的缝合新技能书倒没什么，这中级宝箱还是第一次见到，有点迫不及待呀。这50例断指再植必须尽快做完。今天的连轴转可算是结束了。老大，你教我新术时我是很开心了，但上来就这么猛，还真有点抵不住。嘘，小点声。话说这邹记者怎么还没回去？怎么连霍主任也在办公室里睡着了？他旁边的女的又是谁？林然，你可算回来了，都等你好久了。那马彦霖被调回手外后，我知道你肯定缺人，忙不过来，就给你抓了个皮实的新助手回来。这位可是咱们科的高材生，于医生，别睡了，起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林医生你好，我是云华大学肛肠专业的于媛。肛肠专业，那为什么会被霍主任给抓来当助手？等等，于媛，你的专业是肛肠吗？是。霍主任，你自己找的人，居然连他的专业都不知道？
虽然我读硕士的时候是急诊专业的，但我本人对肛肠方面更有兴趣。所以这个领域是你的研究方向吗？至少我读研期间一直都在专心研究肛肠领域的问题。我的毕业论文是《高校学生生活与肛肠疾病的关系调查分析》。咱们一定要大半夜的在办公室聊这么有味道的话题吗？算了算了，什么专业不重要，这么晚了，大家赶紧下班吧。于远，你明天开始就跟着林然好好学哈。好的，主任。真的不重要吗？话说于医生，你那篇毕业论文最后得到了什么结论呀？关于高校学生的肛肠病。样本学生们的肛肠病发病率为44%，痔疮大概占17%，肛裂、肛窦炎和便秘都是9%左右。另外检查出了2例肛瘘，1例肠息肉。还蛮高的嘛，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总的来说，跟锻炼、用餐、饮水、零食和排便习惯有较大的关系。还有就是高校的卫生间多以蹲便为主，而学生们大多没有便后清洗肛门的习惯。谁会在厕所做这种事儿啊？喂 ！No， 肛门的清洗可是非常重要的。不方便的话，可以用湿纸巾代替。人类排便后，肛门周围的皮肤是处于放射性褶皱排列的，仅仅依靠手指擦拭很难清洁干净，而残留的便液会对皮肤产生污染，长期刺激下导致局部抵抗力下降，进而提高了肛肠疾病的发病率。画面感好强，我为什么要主动聊这个话题？别闲聊了，吕文斌、于元，过来准备手术。好的，林老大。别什么都跟吕文斌学。对了，我能问个问题吗？怎么了？这位病人是碾挫伤吧？软组织损伤严重的话，再植很难成功不说，就算手术没问题，肢体功能的恢复也很困难。对，但病人和家属强烈要求断指再植。你以前接触过骨科吗？在学习急诊科病症时关注过，但主要是足部碾挫伤方面。哦，那你对足部碾挫伤的了解有多少？一般来说，足部碾挫伤多发生在交通、工业等事故中。接诊时必须要详细询问事故过程，从而了解损伤机制，还要关注患者全身状况。具体到患足，要先触诊足背和颈后的主动脉。初步治疗包括清创、引流、筋膜式的侧压和减压，抗生素预防感染，还要关闭或覆盖创面。碾挫伤很危险，一旦达到临界值，会导致不可逆的肌肉神经坏死，以及继发性的纤维化。可以啊，这个于医生，不愧是高材生，真人不露相啊。他和那时的林老大一样，不显山不露水，他一出手就是王炸。没这么倒霉吧？又来了一个女老大，我这不马上就要沦为二柱了。林医生，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够用了。我虽然掌握了完美级的断指再植，可单论对碾挫伤的了解，还真没有于元丰富。他这么厉害，配合起来一定很轻松。你之前做过断指再植吗？没有。给他个钳子，准备拉视野。给。谢谢。林医生，你是要找静脉吧？这你都能看出来？我看到你放松止血带，说明动脉已经缝好了。现在自然是要找静脉。这也太强了，吕文斌啊，你果然是二柱的命。于元，你来负责冲淋。好。冲淋。小心，别溅到镜头。对不起。怎么一下子又菜得像个新手？这于医生什么情况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怎么连水都倒不准了？于元，赶紧补一盆，再冲淋一次。好的。快一点，再快，还要再快。对不起，抱歉，真的不好意思。我明白了，感情这位于医生是个手残的理论帝啊。那个，你手套上沾了血，赶紧换衣裳。什么时候沾到血的？完全没有注意到。换好之后，拿上一把德贝克尺。是。
德贝克齿是为夹持血管而特制的镊子，穿透齿是特制的凹凸齿，圆润而细小，从而保证血管和其他脆弱组织被夹持的时候受到的挤压损伤很小。林医生让我拿德贝克齿，是要我夹持住血管吧？你知道如何使用吗？当然，德贝克齿的使用要点是绝不允许用镊子夹持血管内膜，外膜只在必要的时候夹持，动作一定要轻。那就来吧。好。林医生，神经束膜吻合术是要比神经外膜吻合术的效果好，但花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通常是不用在断指再指中的。而且神经束膜吻合术还很容易选错束膜，一旦选错，还不如采用外膜吻合术呢。对于断指再指来说，花费较长的时间在束膜吻合术上，性价比可不高。这于医生怎么还说个没完啊？齿神经要比断指处的神经更好缝合，消耗的时间又少，难度也较低。同样的时间是不可能缝好断指处神经的，所以不能单纯的认为神经束膜吻合术更好。的确，不过我已经缝好了。什么？这么难的手术，林医生你这么快就做好了？刘元斌，缝皮就交给你了。没问题，老大。于医生，没看出来啊，马屁拍得这么精湛。什么意思？明知道咱们林医生神经束膜缝合贼厉害，你就故意说的特别困难。可以啊。我没有故意这么说。不重要的，跟着林医生可比跟其他医生轻松多了。既然大家是一个组的，我觉得有一件事还是先告知你比较好。好呀，是林医生的什么特殊忌讳吗？不，是比任何忌讳都要恐怖10000倍的事情。我们林老大会一直做手术，一直做，一直。欢迎加入这个名为“不敢到死不痛快”的爆肝第一组。好了，封皮完成。这是我第一次跟完一整台手术，回去得认真做好总结。医生，那些虚的就别搞了，咱们距离下台手术只有半小时休息时间，要好好珍惜啊！跟咱林老大的手术，很多事情都是说不准的，而且你压根也不用总结，这种手术量下，很快就能形成肌肉记忆了。真有这么夸张吗？吕医生，于医生，林医生让你们赶紧准备准备，到2号手术室去，快！下台手术不是半小时后吗？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吧？所谓咱们林老大的一直做手术，不是代指他有很多手术可以做，而是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经常会连台做。怎么了，林老大？是有加急吗？手外王主任推荐过来的加急，病人惯用手右手的拇指被绞碎，如果没有拇指的话，以后生活会很不方便，所以我想，林医生是想做个拇指缺损再造？没错，我是想给他做台拇指缺损再造的手术，就取用右脚的脚趾。大拇指肩负着40%左右的手部功能责任，失去大拇指后，拿水杯、写字，就连用卫生纸等常见的事情，都会比别人不方便。因此，拇指缺损再造手术应运而生。所谓拇指缺损再造，就是将脚趾取下来，接到手的拇指处，从而恢复大拇指的抓捏功能。在外科手术体系中，拇指缺损再造可以说是一个天才术式。想不到林医生居然连这种术式都会做。手术的重点要点，王医生跟我讲过了。于医生，你对这方面也有研究吗？单论医学知识方面，我是绝对不会输的。光有理论知识就能做好那么难的手术吗？更何况林老大也是第一次做，这可是场硬仗啊！你人呢？林医生，一般来讲是认为第2组指最适合拇指再造手术，但这片子看下来，你也注意到了对吧？病人作为蓝领工人，有一双比常人更粗大的手，但却意外的是我真没用，怎么连最基本的操作都做不好？老大，清创完成了。好，手术正式开始。纱布，止血前再多拿点纱布，准备。别慌，抽吸。是。于言，你对于后面的截骨
有什么看法？病人的第一组指已经有些畸变，刚才看磁共振片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截骨后进行一定的关节松解，应该会比较好。连清创和抽吸都做不好的人，还在对老大提出术式要求，增加术式的复杂程度，这等于变相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啊！这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这样做虽然难度变大了点，但是对病人而言，的确是最优解。好，咱们就做一下第一组指周围软组织的广泛松解。林医生采纳了我的意见。截取脚趾处的缝合完成，接下来准备接驳手部血管。看林医生的操作，再跟书上的知识点一一对应，这样的手术哪怕不上手也很有参与价值啊！拇指缺损再造手术完成，大家辛苦了。林医生，下一场手术什么时候开始呀？我还想继续跟。啊，你手术欲还挺强。我的实操很烂，很有可能给林医生添乱，我知道的。所以就算不上手也行，我可以把手术过程整理出来，写成病历报告。林医生，拜托了，请让我再继续跟下一场手术吧。病历报告说来简单，做来难，篇幅虽小，要求却多，得有生动形象的描述，以及多角度的研究，其实并不好写。于言，你要是可以承担这份工作，当然最好。至于手术方面，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跟。于文斌，你得抽空多带于医生练习，就跟咱们拿猪蹄练汤法那时一样。好的，都听老大安排。下班后，于文斌便带着于言做练习。上班时，我们小队继续磨合团队协作。收工。50粒断指再指任务完成，奖励终极宝箱。好家伙，和初级宝箱感觉很不一样。不过该不会开出来的也是精力药剂吧？比如什么高级精力药剂，一瓶顶好几10瓶，喝完几个月不用睡觉那种。算了，懒得想了。开箱。还真是药剂，过分了吧？不对，这不是普通药剂。技能药剂，所有技能+1，持续时间2小时。所有技能指的是我现在拥有的技能，还是连我没有的也都包含在内的所有？是连你没有的也都包含在内的所有。那我不会的技能等级怎么算？不曾拥有的技能，服用后即刻拥有，提升为入门级。那我现在的完美级技能呢？提升至传奇级。传奇级，我勒个刀，能达到怎样的逆天效果？赶紧用掉看看吧。不行，只是为了看一眼就用掉的话，太浪费了。万一真碰上需要的时候呢？还是留着的好。今天就到这儿吧，下班也得休息休息了。王佳，今天没有我的排班吗？是呢，林医生，好像不只是今天没有，接下来的几天霍主任也都没安排。手术可能出现空档期这事儿，主任之前和我聊过。断指在职病人的恢复期长，科室床位不够，我也知道。但主任之前已经申请新病房了，预估批下来的日子不就在这2天吗？怎么会？林然，你都说是预估了，那预估和实际有些出入也是正常情况吧？能理解吧？当然了，主任。说起来，批的的确是慢了些，现在就连走廊都已经住满病人了。林然，再给我几天时间，一定给你解决没病房、不能继续做手术的问题。霍主任真的好宠林医生啊！那是，我们林医生值得。老大，听说这几天没手术做，要不咱趁机休息休息啊？几天不能跟林医生使劲，好把刚找到的手感消失啊！可以，不过日常工作还是不要落下。好耶！真秀啊！完了，手感铁定就这么没了。林然，你没手术做了，来我这边帮忙啊！周医生，您有病人需要手术？腹腔手术你做的怎么样？我光会缝合，并不懂术式。腹腔镜会吗？不会。真的？啊！没想到还有你林然不会的啊！
那就好好跟着我吧。这样吧，咱俩一起等个大的。也就是说，现在没病人需要手术了？这儿可是云一呀，你居然怕没病人？走，跟我去接诊大厅。这个不行啊！这才刚送到医院啊，咋就不行了？别激动，不是对你们说的。那个谁，对，就是你，领这位病人去就诊。哦，好。什么呀？林然，走，去接车，那边好像有个很严重的。患者最近做过手术吗？我妈上周做过急性阑尾炎，就在这里。之后排便了吗？刚开始有，后来又没了。但我妈以前就有点便秘。呕吐呢？没有。肠鸣音很弱，先做个 CT 吧。还有 B 超，目前怀疑是肠梗阻，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得马上送病人做详细检查。怎么这么严重？老年人肠梗阻很不好处理的，一会儿可能得手术。好。手术的话，你来做助理。肠道问题吗？那我再喊个人。听说有肠梗阻手术，嘿嘿。听林然说你是肛肠方面的理论专家呀，等会儿我尽量给你机会上手啊。周医生，你知道于源的手术水平吗？知道什么是肠梗阻手术吗？啊？从 CT 和 B 超来看，应该是脚窄性肠梗阻，得手术。喏，这么早戴口罩干嘛？这是肠梗阻中最危险的类型了，早点戴上吧。快点，快点！我是二柱吗？开刀后再决定吧。病人可是好几天没排便了，64岁的老太太，听家属说一顿能吃2大碗呢。咱们去打开了再看哈。难怪刚才那么早就让戴口罩。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都可以。好消息，肯定是好消息。好消息是，病人状况没我之前预估的那么严重，应该是比较好处理。那坏消息呢？坏消息是，现在没法找普外科会诊，咱们得自己处理了。自己处理？为什么叫坏消息？稍等啊，于源，我一会儿再跟你讲。哼，等我做完肠梗阻检查先。好。错不了了。于源，你刚才一直在看对吧？那你知道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吗？接下来应该是要排空近端的粪便。没错，这里可是整整1周的积蓄啊，指不定有多少以前的老粪便呢。开心吧？知道什么是肠梗阻手术吗？等会儿我尽量给你机会上手哈。难怪周医生当时会那么说。于医生他怎么可能开心啊？好开心！于源，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掏粪了哟。我知道，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献，是专门讲这个的。取粪的时候不是很容易污染腹腔和切口吗？所以要先把袋子的一端扎死，再给肠管里套根塑料管，然后再把塑料管的一端接入袋子中，这样就可以把肠子里的东西顺利排进袋子了。如果太多，就直接换袋子。那你来操作吧。什么？我来？对。不让林医生做吗？不用了，还是你来吧。好的，谢谢林医生。没想到我竟然能直接负责主刀的工作。于医生，还有多少啊？还早呢，这些只是消化了的部分。吃出感，看来老太太喜欢吃米呢。先把下面的处理了，我再顺着肠管上方往下撸，就能直接清理干净了。这样可以吗，周医生？可以。怎么这么多没消化的笋？老太太刚做完之前的手术就吃这个，肯定消化不了啊。她可能是想通过吃笋来解决便秘吧？周医生，应该是。上手实操，印证书本上的知识，这种感觉好棒啊！继续继续。掏个粪还掏嗨了，这书呆子把手术室当考场呢。于源，快一点，病人还开着腹呢，这是在做手术，不是在做卷子。好的好的，我已经在装第3袋了，
本来也快了。唉，这手术就该去喊普外科的人来会诊，或者直接转诊。如果是普外科的医生，应该更能适应眼前的场景吧。这里积液比较严重啊，居然还吃这么大块的肉，很难消化的。第4代装好啦。肠梗阻手术是这样做的，学到了。手术总算做完了，快走，洗手换衣服去。味儿太重了。全跑了，哼，一群战五渣，连个老年肠梗阻都受不了。在普外科，这种患者几乎每天都有。看看人家的忍臭能力，这样的能力很重要吗？还好，首先接触的是显微外科，虽然活稍微重些，也不能说很干净，但与普外科一比，还真是有相当大的区别。凌然这小子，看上去内心是在排斥普外科呀。嗨，想当年我在学校，一到夏天就去解剖室自习，大体老师就在身边陪着，照样该做什么做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比以前喽。哼，哎，晚上也不害怕吗？你惊讶啥呀？陪大体老师消暑，很多医学生都能做到的。跟你做的事比起来，我这种算简单的好吧？那是因为你们没找到兴趣点。肛肠科的案例其实很有意思的。我记得有次去附院看手术，遇到一个粪欠塞的。粪欠塞懂吧？就是干硬的粪便在直肠里不能排出。我们知道什么是粪前塞。哦，那就好。你们都不敢信，正常的直肠不是15厘米吗？我遇到的这个粪前塞可厉害了。渊，咱们不聊粪前塞了，好吧？啊？哦，不好意思，我自顾自的说的太嗨了。以前也是这样，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大家似乎都不太喜欢。没事，医生喜欢的东西，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你只是比普通医生更热爱医学罢了。谢谢周医生。林医生，也谢谢你让我参加了一台这么有趣的手术。能学到东西就好。这场手术大家也都累了，先休息休息再说吧。我买了几个猪蹄，大家一起吃吧，补充下体力。得嘞，吃猪蹄。小鱼啊，你去买猪蹄之前手洗干净了没啊？洗啦。哦。开吃，赶紧补充热量。凌然，你也吃呀啊？我就不用了。咱们一会儿还得接着做手术呢。凌然，你别不吃啊啊！我只是不太喜欢那个盘子，和刚才手术时用的一样。抱歉，林医生，我刚才没注意。没有，不是你的错。嗨，做医生这么久了还不习惯吗？我吃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再去等个病人。等个怎样的？急性阑尾炎，你俩都没做过吧？没有。我带你们走吧。周医生，急性阑尾炎的病人到了。有压痛，跳动不明显，只是疑似阑尾炎。先拍个片子吧。啊，彩超如果能明确最好，不能明确也可以提示一下周围情况。我们先去手术室等着。周医生，影像科的片子来了。挂上吧。让我看看在哪儿哈。小阑尾哪里跑？周医生呜这一下就不对劲。核磁共振片子阅读大师级。提示：肠梗阻。是肠梗阻。哦，你也看出来了。啥？又是肠梗阻？那就还是预约你来吧。好，今天真是被医学之神眷顾的一天呢。新的一期实习生科室轮转到的是急诊科，这次一定要努力争取到好的机会，和凌然一起念书，一起出来实习。现在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高级人才了，我还啥也不是，必须得努力奋起直追啊！不是吧，大哥，垃圾你都要抢？果然，作为最底层的我们，除了埋头苦干，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和刚才那家伙一样如狼似虎的，还有4个呢！冲啊，王壮勇，你可不能输！不好意思，对不起。实习生。对。
是实习生就好。我是住院医吕文斌，你来给我帮下忙。好的。吕医生来了，吕医生好。这2天恢复的怎么样？恢复的太好了，吕医生您瞧瞧，没想到竟然有神转折，我见到了真实的病人，这可比课堂上的理论有意思多了。一口气查30人还是挺累的。查个房而已，怎么开心成这样？实习这么久，从没接触到过真实的病人，跟着吕医生，一下子就接触到了这么多。这么说来，我还算是你的恩人了。那就让我再使唤使唤你吧。走，查房就到这里了，跟我去洗点东西。哎，吕医生，这是？你把这些东西仔细清洗一遍，猪蹄上的毛拔干净，鸡爪要把指甲给剪掉。猪蹄是做什么用的？你说呢？实验材料？算是吧。那鸡爪又是做什么用的？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对了，猪蹄可以用显微镜拔毛，也算是一种练习。哇，还不错。吕医生，您回来了。我把鸡爪的指甲都剪成了圆弧形，这样做实验的时候应该就不会被扎到了。小伙子很上心嘛。对了，吕医生，您认识林然吗？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实习生。怎么突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我都多久没有直呼老大的名字了？当然认识了。你和他很熟吗？何止是熟啊，我们在学校是住一个宿舍的，关系好的就跟穿铃铛裤一样。那个鸡爪剪到这里就可以了。哎，这就可以了吗？我还没剪完呢。您是嫌我剪得太慢了吗？当然不是。其实我本意不是都让你剪的，只是刚才被一个病人给拖住了，剩下的让我来就好。哎，吕医生好像不想再使唤我了。主治一般不喜欢让实习生给自己打下手，他们有住院医和规培医可以用，副主任和主任就更不用说了。实习生都不一定能讲得上话，实习生能靠劳动和马屁交换的，也就是住院医的那点资源了。无论是留云华还是去别的医院，我现在都离不了住院医的经验传授，所以现在还不能让吕医生抛下我。没关系的，吕医生，就让我来吧。喂，这位跟老大穿连裆裤的大哥，你再这样下去，我还有什么脸见老大啊？吕文斌啊，吕文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使唤实习生？就算要使唤，至少也得先问一下人家的名字和班级。配让我现在的顶头上司也是一个实习生啊！停，鸡爪不用再剪了，已经能用了。那我接下来干嘛？你到急诊科来，最想学点什么？机会来了，必须放手一搏。我还没做过手术呢，我想做手术。做手术？行吧，毕竟是老大的好哥们儿，得满足他，不然乱使唤他的事儿一旦东窗事发，老大追责起来可够我喝一壶的。果然，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似乎抓到实习的精髓了，嘿嘿。因为你没做过手术，咱们得先从清创开始。我们去一个单独的隔间，也就是处置室。等会儿有轻伤患者的话，会让你先试一下。好的，好的。护士，帮我去大厅揽些病人过来吧。好。咱们急诊科是分流处理病人的，抢救室对付1级濒危病人和2级危重病人，处置室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病人都是些3级、4级的简单病人。知道3级、4级是什么概念吗？3级就是普通急诊吧？4级嘛？4级是非急诊，分诊建议一般都是前往门诊。所以我们遇到4级病人，就直接建议他们去门诊，对吧？如果是别人问的话，我可能会这么说；你问的话，咱就私底下说。现在的医患关系啊，最多说一句，他们要是不听，就让他们再等一下。确实拍到了，你该给看的还是得看，别给自己找事儿。原来如此，学到了，学到了。不过吕医生从刚才开始，好像对我好的有点过分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苛求了叮当响，无物可盗。难道这样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哈。对了，我可以这样叫你的吧？不会吧，不会吧？我可是个直男呀！吕医生，
病人来了。好，交给我吧。还好病人来得及时。我要开始缝了，你看好我的操作，自己内心构建一下思路。护筋、消毒、清创、缝合。可我在学校里看到的画面不是这样的呀。学校里？你是说大体老师？大体老师都泡了多久的福尔马林了？这个可是新鲜的。糟了，他怕不是药。反应过开过大，只能先推开了。医生，实在是太对不起了。你是晕血吗？如果是的话，外科恐怕就没法做了。我不晕血，在学校的时候见得多了。而且怎么能不做外科呢？李然也是在外科，外科可是最帅的。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单纯觉得恶心。血其实见了不少，刚进医院时就在检验科，还帮忙抽血来着，啥感觉都没有。在学校和林然一起上解剖课那会儿，还偷过骨头呢。说不定是偶然事件，昨天没休息好。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明天你休息好了再来试试。好的，明天继续加油。咋回事啊？吕医生怎么还不来啊？比昨天遇到他的时间晚了好多呀！吕医生，你快点来吧！啊，林然，庄勇，哎，你小子四处找你都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刚做了台手术。啊，打杂的怎么跟林医生这么好？你现在真的能做手术了，太牛了！你看我，轮转了2个科室，别说做手术，进手术室看着都得靠蹭。这样啊？那你现在想不想做手术？肯定想啊！今天是不是还有汤法的病人？帮我要一个来吧。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啊！林爷，求单飞！哇，这就是云华急诊科的手术室吗？也太帅了吧！王壮勇，你来负责拉钩。好耶！我终于上手术台喽！林医生，已经麻翻了，可以开始了。手术开始。拉开。好。不好，这人好像要吐。